尊者，您衣服上有些尘土。尊者的衣物一向都是虫子打理，不习惯旁人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都教让我亲自转告尊者，去英州接回虫子。虫子怎么会下山？这事也怪我。我想着他近来法术有了精进，下山历练也并非什么坏事。英州九旬不见万劫踪迹，若他杀回昆仑，虫子出了事，我拿你试问。在生我的气吗？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生师兄的气？倒是师兄不要生我的气才好，要不然我是自愿的，不用自责，不然下次就不帮你了。师兄放心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。这做凡人还是做仙人，都应该堂堂正正的。我既然想下山，就应该去求师父同意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拖累了你们，还让师父不开心。不过，反正师父都要来，我在这儿等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让我出去逛一逛，我也好给师父跟都教他们买些礼物，也让他们消消气。我就知道你坐不住。师兄，你就放心吧，师父他老人家都要来了，我绝对不会乱跑的。这里的南面有个水信台，地貌极好，附近的仙人都会去修道养气。若是你去那里修炼，未尝不可。师兄，那我们走吧。我还要接应尊者。这是昆仑派特制的信箱，若是将灵力注入其中，方圆1里以内的仙人都能察觉到。你带着这个去，以防万一。那我就先走啦，师兄。他们这样对你，
这里灵力好充沛啊，果然是个好地方。我们能走去哪？天下有情，总有我们能去的地方。他们的声音。你要是真心想要救我的话，你便去死吧。死有什么难的？是他们。你的魔尊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思吗？如今你被仙门追杀，尚还有魔宫可以躲。可若连王月都容不下你，只怕你只能落得个神形俱灭的下场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是在让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下去。我们永远都回不到过去了。我那3000同门都是因你而死，可我们还活着呀。活着又如何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龚可然，你也不再是我的师兄。如果当时我和他们一起死了，或许都好过现在，好过现在看到你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你说我人不人鬼不鬼？呼叫尊者，木师叔。他人呢？去水心台了，我去叫他回来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。我知道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我。可我爱的是为大义战死的楚不负，不是你。你死了，才能做回楚不负。不死，就永远只能是万劫。楚不负，楚不负是谁？我也可以做仙人吗？成为仙人前，要先学会修得仙骨。白衣哥哥，你也偷听得太久。白衣哥哥，是我呀，我是小虫子。是你。白衣哥哥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你竟然成了洛阴凡的徒弟。不对，你不是他，他是拯救世人的英雄。你不是，你是杀了他的魔尊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我跟他有什么不同？师父，你对虫子做了什么？没有想到，南华尊者洛阴凡竟会为了自己的徒弟如此试探，难得。不过，你跟虫子能认识，都是因为我。你应该感谢我才是。你不配提他的名字。洛阴凡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无论如何，你再怎么护着他，他天生煞气，总有一天会去到他该去的地方。师父。跪下。嗯。别让我说第二次。师父。跪下。无视师命，擅作主张，这就是我的好徒弟。擅自下山是我的错，可我也是担心师父，不想让师父一个人。住口！别拿我当借口。尊者，是我没有看守好虫子，身为师兄，我没有尽到责任，错先在我，虫子次之。我管教我的徒弟，不需要紫竹峰脉的人插手。任性而为，连累他人犯错，罪加一等。此处地面潮湿，虫子还未修得仙骨，久跪怕是对身体不利。
尊者不如先带他回去，有事以后再慢慢说。我也是担心师傅，所以才来此。我自认为我没有错。好，那你就跪在这里，直到想明白为止，谁也不许陪他。这，尊者。尊者，此事责任在我，是我私自应允虫子下山的，你别全怪他。秦柯，你自己回六合殿找你师父领罚。是，尊者。我把虫子禁在紫竹峰上这么多年，就是希望他不要被邪魔的力量所影响。就算让他下山，也是千叮万嘱。结果，你们让他做了什么？我为什么收虫子做徒弟的理由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木鱼明白。虫子容不得半分风险。可是虫子他在紫竹峰上思念师父的心情也不曾有假。对不起，害你受罚了。师叔千万别这么说。其实，就算知道被罚，我也不后悔下山。我真没用，才过了1个晚上，膝盖就这么酸。师傅他还生我的气吗？你千万不要记恨你师父，他嘴上说是罚你，但心里还是怜惜你的。我违抗师命是我的错，可我依然觉得我担心师傅的心意是没有错的。师傅可以惩罚我，可他不应该不理我。那这样，我先带你回去，你好好跟你师父认个错，他也不想看你跪坏了身子。师傅既然让我跪，我就要好好跪，跪到他气消为止。那如果你的腿以后不能走路了怎么办？那我就赖着他，让他背着我，他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真的没那么疼了，多谢牧师叔。其实你要能这么想也好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师父是永远爱惜你的。所以我才心甘情愿受罚。
我就是要让师傅知道，我是真心想见他的。为什么还不服软？是不是我太严厉了？但比起生气，我心中更多的是害怕，怕你变得和万劫一样。害怕你离开我。去吧。师傅，我坚持住了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错了，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。我实在是太想师傅了，就算知道师傅会生气，也想要见到你。而且，我这些天跪在这儿，从未曾有过怨恨师傅的心思，想的都是师傅对我的好，想我们在紫竹峰的日子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师傅一定不会丢下我不管，一定会回来看我的。对了，师傅，你看这水信台的仙果和咱们南华的不一样，我想把它做成小桔灯，放在师傅的案头。虫儿的心意比什么都重要。师傅不生气就好。只是师傅，你以后不能不带我下山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就想丢下我一个人拯救天下？真傻。这里已经安全了，你走吧，我不会把你的行踪告诉旁人。可然，你什么意思？此处附近没有人烟，也很少有仙门的人会来这里。作为我的流放之地，再合适不过。既然你已经离开了仙门，
我们不该是这样的结果。仙魔有别，为我留下最后的尊严，行吗？只要你一日为魔，我们之间就绝无可能。橙子，你可醒了！我刚醒，饿死了都。也就你睡得这么香，你都不知道你师父带你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。该不会是秦科出什么事儿了吧？秦科还好，只是被关了禁闭。倒是穆师叔，穆师叔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因为违反教规，被督教罚了鞭笞之刑，暂停手做弟子之职。还要在祖师殿思过。这为什么要罚穆师叔啊？督教要打也应该打我才是，是我逼他们出去的，又不是他们。就算大家都知道此事因你而起，理应让你受罚，但你是崇华尊者的徒弟，督教再起也不便罚你。可他又得给其他弟子立为警示，所以只能责罚自己的徒弟了。那我去给他们求情。哎，这平时看着小脑袋瓜挺机灵的，遇到大事反而不灵了。这罚都罚的差不多了，你去干嘛？火上浇油啊？那我去找师傅给他们求情。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我劝你还是消停会儿吧。哎，过好自己，千万别再惹尊者们生气了。可是我也得想想办法吧。秦师兄，虫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朋友，你为了我受罚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都是我连累了你们，是我太任性了。不过我发誓，以后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赴汤蹈火都不怕。拉钩。你不信我？你这次为我冒了这么大风险，以后你遇到困难不许不告诉我。你就答应我吧。拉钩10000年，不许变。我还从未与人拉过钩。那这就算你第一次。对了，这糕点你记得吃，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还要再去看一下穆师叔。穆师叔是被我们牵连的。
这是雨落凝华霜，对活血化瘀极有用处，你带给他。督教那么狠心，下令什么药都不许给穆师叔，他这是要活活疼死穆师叔啊！谢谢师兄的药了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，这个药是师兄给的。穆师叔他们天天看着肯定没事儿，不怕不怕。他现在被封印住了，就是一块废铁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虫子，穆师叔，穆师叔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你了。不是什么重罚，别难过了。可是你被免职了。那都是暂时的，出了这门，我还是南华首座。倒是你，不要再惹你师父生气了。牧师说，这是活血化瘀的药，你拿着。你怎么还学会偷药了？不是我偷的，反正这不是我偷的。你呀，还是要多照顾照顾你自己。又是偷偷跑出来的吧？牧师说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不可以对你好吗？我觉得我不配。因为你是虫子啊。好了，你该回去了，否则你师父知道了又要说你。还有，以后少来这祖师殿，以免被别人看见了告状生事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师傅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白衣哥哥？他是不是叫楚不负啊？你从哪里听来这名字？我听宫仙子在万劫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万劫、楚不负，还有白衣哥哥，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关系。而且万劫他的那个脸……早点休息。从明天开始，在紫竹峰闭关修炼，好好改改你的脾性。我……哟，万劫，可真是稀客呀！都说你抱得美人归了，怎么还绷着个脸呢？让开！你少有来找我。我要去除体内的魔丹，我知道你有办法。哼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当魔丹再打入你体内之时，
便已幻化为气，与你的一缕缕魂丝缠绕交错，可以说已成为你元神中的一部分。要说去除，也不是全然没有法子，只是这种痛苦，恐怕不是你能够想象的。我已经由仙入魔都经历过了，早就已经万劫不复。还有什么痛苦是我承受不了的？可是去除之后，你的所有功力都会随魔丹一同消散，到时候，你将无法再习得任何法术，不属于仙魔。届时，你又该何去何从？我不需要，我只想做回曾经的自己。你是永远都不会懂的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哼，罢了罢了，仙魔无界，来去随心。去除魔丹并非易事，我需要些时间准备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需要你去帮我做件事。说吧，帮我去抓个人。谁？你这写的什么啊？这么丑！都这么多天了，师傅不让我下山，也不跟我说话。每天不是让我看经法，就是修习法术。师傅一定还在生我的气。对了，还有你，你都不来找我。哪是我不来找你啊？是你师傅说你在闭关修炼，不让我们打扰你，谁来也不见。师傅这是关我禁闭。不过虫子，你在水星台到底惹什么祸了？据说这是大家第一次见你师傅生这么大的气。我遇见万劫了。万劫？你遇到万劫了？那你们交手了吗？交手？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？是我单方面挨打。不过，我觉得万劫很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个白衣哥哥。白衣哥哥？而且我总觉得师傅跟万劫曾经好像认识，只不过我和师傅提起的时候，师傅总是会生气，我便也不敢多问。可师傅越是这样，是不是证明白衣哥哥并没有死？他姓什么来着？我想想。他本姓楚，没人告诉你吗？唉，你师父当然不会告诉你，因为万劫入魔之前，正是名满仙界的长生宫首座楚不负，也就是你的白衣哥哥。长生宫首座，万劫，他们就是同一个人。我们当时刚听到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，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入魔？还记得10年前第一次在仙门大会上看见他，记得那日他穿着一身白衣裳。哇，太英俊了，真是一表人才，我真的都要被他迷死了。好美！哇，我认得他，他就是那个长生宫的楚不负。好英俊啊！见过的人无一不倾倒于她的温柔，她的美，只可惜多年前一朝踏错。他做错了什么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这事算是仙门禁忌，如今大家都不太敢提。当年尊者取得无方珠后，楚不负领头护送逆伦之剑去南华净化，结果同行的3000弟子一夜惨死，逆伦之剑不翼而飞。之后便出现魔尊万劫，传闻他为了私吞魔剑，对同门痛下杀手。我不信，当年我只是一个小乞丐，他都对我施以援手，他怎么可能对同门？这其中一定有隐情。也许吧，但那3000弟子死于非命，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我不信，除非他亲口跟我说。那可是魔尊万劫，你干嘛对他那么纠结？他是我的恩人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不会来南华，也不会遇见师父。他是我见过除了师父以外最好的人，我就算怀疑自己，也不会怀疑他。照这么说来的话，也许他真的另有苦衷吧。难怪当时万劫会被长生宫追杀，甚至宫仙子也被连累。因为楚不负与宫仙子当时正是仙界的一对仙侣。难道长生宫是想以宫仙子为诱饵，引万劫，也就是楚不负的出现？虫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陈卓，我有点难受，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，我过几日再来看你。别的你也别想了，这2天我再帮你打听打听，你可千万别自己想不通啊。走了。这个镜子我在清华宫见过，据说是清华的镇宫之宝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该不会是卓浩那家伙送来的吧？卓浩这家伙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嫁去清华，师傅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？该不会真的要把我嫁去清华吧？不，我不能告诉师傅，我只想永远陪着师傅。哼，小娘子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。哎，不对，我得赶紧动手。那榆木脑袋秦柯和油盐不进的洛阴凡，整天在小娘子身边转来转去的。若是近水楼台，那我找谁哭去啊？不行，赶紧走。你要去哪儿？给你抢儿媳妇去！给我站住！你又想调戏哪宫的仙子啊？来我们清华认亲的仙子已经很多了，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父亲，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发誓，我真的要娶南华尊者的徒弟。若是他的话，更加万万不可。为什么呀？父亲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他是聪明伶俐，招人喜欢。可我听说洛阴凡把他留在身边，虽然百般宠爱，却迟迟不教他法术，十分可疑。而且外界传言说，虫子2次碰到万劫都能全身而退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父亲，从小您就教导我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你怎么自己还被这风言风语左右了呢？我是让你眼见为实，可我也教过你无风不起浪啊。您说的这些我都听说了，而且我也都知道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他，我就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他。够了，我，这都是你一时冲动做不得数。
此事还需要慎重，由不得你任性妄为。父亲，我从见他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知道，之前是我顽劣浪荡，可是遇见他之后，我的心中就没有旁人，满心满眼都是他。父亲，我知道您的担心，我也知道，不能拿婚姻当儿戏。虫子是什么样的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先起来吧。父亲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父亲，我从小到大可没求过您什么，父亲，您就答应我吧。哎，父亲，您就答应我吧。也罢，这亲，我替你去求便是。真的，太好了，我要娶到我的小娘子了。师傅又没来找我，难道是因为我给他惹太多麻烦？他觉得我不听话。师傅到底怎么想我的呀？平时再怎么和我顶嘴胡闹，现在看来，也不过是当初上山时那个小女孩。师傅，家人，叫师傅。虫儿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不要家人，我要永远陪着师傅。那师父一直让你罚跪，你还陪着他干嘛？那也要陪，没有人能代替师傅。你呀，我都答应你了，会一直陪着你。你还想怎样？洛云帆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计较？拜见尊长。何事？督教说有贵客到访，还请您前去一见。有说何人吗？是清华宫公主卓耀，说是有事相求。本来以为不过是玩笑打闹，却没想到犬子对尊者的徒弟如此痴情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这当爹的就只好斗胆前来提亲，定下虫子这个丫头。虫子天生煞气，若是借此机会离开，对南华和殷凡来说也是好事。南华和清华向来交好，我本想撮合我的侄孙女素秋和卓少公主在一起，想不到少公主喜欢虫子，那太好不过了。这两个孩子年纪相仿，性子相似，
能够在一起啊，太适合了。那就好啊。这件事还是等到尊者来了再说吧。莫非虫子已有婚配？这倒是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他们又两情相悦，岂不正好啊？莫不是南华瞧不起我们清华，觉得我们清华高攀不起？哎，我说不可。尊者，有何不可？虫子年纪尚轻，还不宜婚嫁。在人间这个年纪，已经可以成亲生子了。他还需潜心修行，度得仙骨。嫁到我们清华一样可以修行。他是我的徒弟，必须在我身边。尊者把自己的徒弟保护得如此寸步不离，莫非真像外界所言，虫子身上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此言差矣。尊者的意思是，虫子年纪尚小，还有很多礼数不懂，怕嫁过去给你们清华增添麻烦。无端对南华弟子进行毫无依据的揣测。卓公主所为，怎么像乡野匹夫般下品？你，哼，好啊，看来我们清华对这门亲事是自作多情了。告辞。哎，卓公主，卓公主，卓公主，你这话未免太过分了些吧？既然知道他会这么问，就应该早有准备。可是说到底，这是虫子的终身大事，你这个做师傅的都不商量一声，就擅自替他给回绝了。虫子年纪尚小，且无亲人，我自然要替他做主。我的意思是，至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，万一他自己愿意去呢？人家卓少公主是仙门后起之秀，那又是一表人才，主动提亲，估计没有人会不满意的。我听珍珠说，她和虫子私交甚好，若是她真的愿意，你我也阻拦不了啊。殷凡，先前随手为他准备的小礼物，他竟然如此珍藏。清华宫的陈颖静。极其罕见，该是卓浩送来的。卓浩这个风流少主，果然会讨女孩子欢心。师傅，也是，整天跟我在这紫竹峰上待着，可能是寂寞了点儿。不是的，师傅，我跟卓浩不熟，这镜子我也是刚刚收到的。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，我也不会管你去跟谁交朋友。只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其实可以自己和我说。你看啊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出去玩吗？如果你们真的是情投意合的话，我就答应你，你就离开紫竹峰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你仔细考虑考虑，想好了告诉我。
嫁人，我不要嫁人。我跟他只不过是朋友，不对，连朋友都不是。我怎么会跟他情投意合呢？我就算是跟酸泥情投意合，也不会跟他情投意合呀。你这个破镜子，我要打烂你！都怪这个生活。师傅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你要是走了，让他找我这么乖的徒弟呀，我能逗你开心，还能给你溜酸泥，我还能做药膳。师傅，你不为我考虑，为你自己考虑一下呀，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胡言乱语说些什么呀？其实今日清华那边来提亲了，不过我已经替你回绝了。哦，至于那面镜子，扔了也就罢了。师傅，怎么能用这种事逗我开心呢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难过。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啊，动不动就哭，就你这样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是吧？我不嫁人，我要一直陪着师傅。你呀，就是个惹祸精，去到哪儿只能惹祸。我要是离开你了，也不知道谁能来替你收场，也只有我能管得了你。那师傅还是木头人呢，也就只有我能受得了师傅。哦，那怎么办？看来我们这两个怪人，只能在这紫竹峰上相依为命了。相依为命？真的吗？真是丢脸，简直把我们清华的脸都给丢尽了，真是丢脸。尊者当真一口回绝，不留余地。以后你和虫子的事情就此作罢，不准再提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洛银凡问个清楚，他凭什么替虫子做决定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还嫌脸丢得不够干净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去南华，更不准见虫子。凭什么？我要去，我要找虫子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你敢？我就去！啊，爹，疼！走，闭门思过去。爹，疼！师傅，走快点！我说你冒冒失失的干嘛呀？来，坐。师傅，快坐。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才没有，我又不是每天只会闯祸的。师傅，等会儿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不能骂我，你不能表现出来。之前小锦被我送走以后，我看师傅每天都闷闷不乐，在这四海水边发呆，所以我就偷偷去人间转，买了一条小鱼。不过这不是什么鲜鱼，只是人间普通的鱼，就像我一样。即便如此，也会用它剩下所有的时间陪伴着你，直到你不需要它，直到它死去。师傅，你可不要抛下它，你一定要像爱护小锦一样爱护它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它，不让它受一点点伤害。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对他打主意？那师傅就给取一个名字吧。就叫小紫吧。你总不至于吃了自己吧？可是小鱼是小鱼，我是我不想让它叫小紫。我就喜欢小紫陪着我。师傅是喜欢哪个小紫陪着你啊？
关系进展得很快，比我们计划的还要顺利几分。命定之人，命定之事，自然要顺利多了。他对万劫怎么样？看来他已经察觉到万劫就是楚不服，引自己入仙门的人如今成了魔，想必也是很难释怀吧。放不下才是最好的。眼下时机已到，是时候动一动。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夜有人擅闯祖师殿。昨夜有人擅闯祖师殿，妄图施展血咒，唤醒天魔令。天魔令！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场噩梦。天魔令一事事关重大，恐有魔族的奸细混入，必须彻查。是。你们有谁知道这天魔令的来历？弟子斗胆，听说过一些。讲。数十年前，魔尊逆伦野心勃勃，不仅率领邪魔暴虐人间，更是大胆进犯仙门。天山派与蜀山派等数十门派均遭重创，逆伦更是攻上南华，妄图进入通天门，摧毁六界碑。幸南华天尊以极天之法中的仪式寂灭，将其斩杀，天尊也因此负伤元气。逆伦正是用这天魔令来召唤虚天群魔的。如今魔界之所以不同往昔，正是因为他已被逆伦所封印，从此再没有魔尊能够凭此来召唤群魔了。弟子以为，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天魔令被封，
而是因为仙门中弟子不忘重任，谨记天尊教诲，上下齐心，守护苍生，所以魔族不再猖狂，天下方得安宁。对啊。天魔令被逆伦施以禁术，唯有至亲施以血咒才能解开。如今这天魔令上留有血迹，很显然是有人昨天晚上潜入祖师殿，妄图施用血咒唤醒这天魔令。但此人并没有得逞。即使如此，深究无益。逆伦并无血亲，他失败也是自然的。只是此人既然试图唤醒天魔令，可见心术不正。若留此人在南华，以后必出大事啊！此人身为我南华弟子，却心存邪念，我南华绝留不得这种败类。倘若他自愿伏诛，我与天机尊者可网开一面；否则的话，必按教规严惩不贷。怎么，无人敢认呐？既然无人敢认，那么就请天机尊者卜测，查明真相。不是，这只是做梦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还狡辩？上面明明就是你，难不成还能作假？这还轮不到你说话。魔玉，你作为首座弟子，就是这样教导同门规矩的？你若教不好，我来替你管。妙元师妹也是为南华考虑，才会出言顶撞的。天机册已经重现昨日情景，施展血咒唤醒天魔令的，正是那虫子。你还要护他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我，我昨晚昏昏沉沉的，似有梦到过这一幕，可是那只是做梦。我昨晚哪儿都没去，就待在屋里。而且这天魔令，我一看到他就会做噩梦，我躲他都来不及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找他呢？照你这么说，那天机尊者冤枉你了。这真不是我，明明就是他自己朝我飞过来的，而且那个什么血咒我根本就没有学过。来呀！将逆徒虫子给我拿下！谁敢动？我徒弟的性子，我最了解。他胆子虽大，但他不敢做这件事，也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哼，仅凭他一面之词，怎可令人信服？此事确有蹊跷。若虫子有意隐瞒，为什么要说梦魇这种无人可证的信词？弟子以为，犹记得魔尊逆伦手下有擅长梦魇之术之人，可操纵人的心智。这虫子，怕不是中了这梦魇之术。胡说！我南华戒备森严，且有神兽灵禽守山，魔族的奸细如何能混得进来？天机尊者既可算出昨日之事，那定也可测出虫子是否为梦魇之术缠身。我愿意让天机尊者查。督教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将虫子收入仙域，将它与天魔令可给。其他的事，我们日后再细细详谈。你认为如何？师父自然是同意的，只要能还我清白，让我配合什么我都愿意。只是，若届时水落石出，还请督教尊者恩怨分明，不要再拿煞气随便冤枉人。你真的愿意入仙域？比起清白，受点苦不算什么。
况且我也相信师父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。真不愧是我洛阴凡的徒弟。平日里仗着自己是尊者的徒弟，从来不和我们练功比武。今日正好，你我的师傅都不在，快让我见识见识尊者到底教了你什么好法术。我不想和你动手，可是我想，你不是煞气了得吗？别藏着掖着了，快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或者你叫我一声大师姐，说你不配做尊者的徒弟，我便放了你。可惜的很，我偏是我师父唯一的徒弟。洛阴凡的徒弟从来不会争强好胜，更不会伤害他人。倒是你，怎配做南华的大师姐？是吗？你们竟敢以多欺少，还对同门滥用私刑！卓少公主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在替南华惩戒他。惩戒？你有什么资格惩戒虫子？卓少公主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虫子妄图偷取天魔令，都教命我们将他遣去仙域，路上不得耽误。不用理他们，小娘子，我带你走。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要是跟你走，就真的说不清了。我答应了等师傅，他过几日就来接我。我相信他，我要是跟你走了，他上哪儿去找我呀？怎么张口闭口都是你师傅？你这么在乎他，可他呢？还不是让你任人宰割？这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我劝卓少公主不要插手本门派的事情，还请让路，这样回去我也好有个交代。若你非要阻止，休怪我们得罪。我们走，不用管他们。他要跟我走。小娘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虫子根本不会被万劫带走。我得赶紧回去禀告尊者。你还在怀疑是梦魇之术？可是师叔说了，南华戒备森严。仙门弟子怎么会沾染魔族法术啊？万一有漏网之鱼呢？在虫子进入祖师殿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在天机册上有没有找到线索？如果真的有求必应，那就不叫天机册了。要知道，你想要的线索还需要一些时间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是冲着你的徒弟来的。尊者，方才来了急报，司马庙园一行人在遣送虫子的途中遇袭，虫子他被万劫劫走了。
前，正是名满仙界的长生宫首座楚不负，也就是你的白衣哥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在盘海镇见过你，当时你还是一位仙人。滚！你还记得当初在盘海镇救过的那个小乞丐吗？他们都欺负我，还用石头砸我，还要抠我眼睛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就是想亲自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虽然你的样子变了，但是我知道你就是长生宫首座弟子楚不负。这里没有楚不负，只有魔尊万劫。你不承认也无所谓，我不怕你。我现在法术已经很厉害了，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乞丐了。天生煞气，怪不得洛阴凡会咬你。既然你不承认你是大哥哥，那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套近乎。你是魔尊，我不过是南华一个不起眼的小徒弟，劫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吵死了！你要是能够安静一点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依你所言，就让虫子自生自灭。他有意接近天魔令，显然是心术不正。要不是你一味的袒护他，他早就被逐出南华了。现在他被万劫劫走，那也是他的命数，怨不得别人。要那些旁人也无用，我自己去找。殷凡，殷凡，他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要亲力的寻他救他？且不说万劫有多么的心狠手辣，藏匿之处有多么的难寻，单凭你为了寻找虫子而舍身冒险，就已经是逾规越矩了。规矩？敢问督教，如果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了，如何守护仙门，保护苍生？来人！弟子在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的弟子都出去寻找虫子的下落。一旦有他的消息，速速来报。是。等等，记住，有了虫子的下落，立即向我禀告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虫子这个丫头啊，简直是殷凡命里的克星啊！快把小娘子交出来，否则别怪小爷我不客气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尊者还知道找自己的徒弟。这话该我来问你。问我？要不是你让虫子去仙域，他也不会碰到这种事情。我徒弟的事，不需要外人插手。你的徒弟弄丢了，却来我这魔神殿要人，会不会太荒谬了？交出万劫，否则今天我就屠了你的魔功。万劫不在我这儿，你在这里闹也没什么用。你不可能不知道，万劫身为魔尊，心高气傲，从不屑与我们为伍。这万劫之地，是个不在仙界，也不在魔界的地方。唉，是不是提示的太明显了？卓公子可还有事？晚了就要被陆音凡抢先了。这次就先饶了你们这群魔族，下次小爷再来给你们点教训。